美军被曝再度对台增兵，台防务部门回应未否认，准备彻底撕破脸了吗？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在今年的8月份，美国国会参议院一位名叫约翰·科尼的共和党资深参议员在外网发布了一篇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文章。该文章主要公布了美军当下在各个地区驻军的情况，其中驻台美军达到了3万人，这比韩国还要多出2000人。所以这条新闻一出，就引发了舆论的轩然大波。中国在台海问题上的红线其实非常清楚，那就是绝不允许任何域外国家与台进行官方往来，更不要说驻军这种敏感的军事行动了。这种触犯底线的行为，14亿中国人绝不会答应。就连环球瑞平在这时候都忍不住站出来发声，表示若消息属实，那解放军将立即采取必要的行动，驱逐美军驻台部队。不过想都不用想就知道，美参议员所曝光的这一消息是在造谣。然而当下驻台美军虽然没有3万这么多，但其实确实是有着打着技术支持的幌子驻台。在11月24号，驻台美军再度增兵至39人。五角大楼负责整理军队数据的国防人力数据中心公告显示，目前美军驻台的技术顾问共有39名，其中职位包括有2名陆军人员、3名海军人员、5名空军人员以及29名陆战队员。对于五角大楼公布的这一数据，台防务部门回应未否认。有一说一，现在美军被曝再度对台增兵，这种情况在我们的眼中已经算是美军明晃晃的驻台了，给了人一种准备彻底撕破脸的感觉。但实际上，在国与国的外交层面与法律层面还是有不少争议的。因为现在的驻台美军在美军的说辞中只能算是对台军售服务项目，这件事儿实际上也与美军与台关系法中的一条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双方所签订的合约就规定了，美国将为台提供必要数量的防卫物资和技术服务。所以美国完全有借口称这些特种部队驻台恰恰包含在了技术服务中。根据美国最近的行动策略来看，这种反复炒热对华战略的行为往往是按照美国人早先制定的计划进行的，然后再以一种看起来独立事件的方式连续披露。最近我们在武器研发方面的进展情况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首先是卫星拍到了我们在建造航母形状的导弹标靶，几天后又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宣布又有一个航母形状的目标。事实上，这些图片已经在美国人手中握了很久，而美国在台海问题上也是采取同样的手法，一边军舰穿航，一边炒热美军驻台这一消息。等于说，美国其实是在用既定的计划一步步的试探我们的底线。对于美国人的这种行为，军事专家罗富强认为，这种切香肠式的战略即将成为台海问题的引爆点。美国又在关键资源争夺战中输给了我国，让美国人非常着急。明明美国花费了数代人的努力，为何被我国后来居上？敬请关注本期节目。近些年，美国屡屡在重大决策中失误，导致自己军事上损失惨重，经济上更是面临崩溃。近日，美国又在一项非常重要的领域上输给了我国。美国眼看再也无法追赶上我国，却开始反思输给我国真正的原因，却发现令美国绝望的事情。据媒体报道称，刚果拥有全世界65%以上的钴矿资源，而中国却获得了刚果19座钴矿中的15座的运营权。这一情况让不少的美国精英人士感到非常的着急。钴这种资源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涉及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等产品，而且还是电动车电池的基本原料之一，同时还对飞机引擎起到重要的作用，是未来开发绿色能源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关键资源，有着重大的意义。全球许多国家都越来越重视这种资源，可以这么说，谁能赢得这一种关键性的资源，谁就能在未来抢先一步。而美国在与我国的较量中，与我国有着巨大的差距。不但如此，在美国专家研究中发现，美国明明用了几代人的时间提前布局，甚至还花费了大量的资金和军事援助提供给刚果，结果还是被中国后来居上，令美国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为何会这样呢？首先，美国从来都是一个不怀好意的国家，与其他国家交往时，最先想到的永远是能不能榨取这个国家的价值，让这个国家完全听从于美国，所以采取的手段总是上不得台面，不是在别人国家里搞阴谋诡计，就是分裂其他国家的政权，然后扶持一个完全听从美国的反对派力量，带给其他国家的不是战争就是压榨。任何国家对美国这样的行为都是敢怒不敢言。
只是在心中痛恨着美国。其次也是美国眼界的短浅，因为刚果是一个非洲国家，相对来说不那么发达。美国发现，如果想获得刚果的这些资源，就必须要投入更大的资金，帮助刚果建设基础设施。看到这样的情况，美国立即就对刚果不太重视了。而我国向来都是本着合作共赢的想法，与其他国家交往，也愿意帮助更多的国家走出贫穷和落后。正是我国这样的做法，才赢得了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信任，才让我国在这场关键的资源战中后来居上，最终赢得了巨大胜利。有美国高官就表示，美国缺乏正确的政策来与刚果经营合作，美国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也让很多的美国人士感到沮丧和绝望。的确，美国的综合实力现在还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但是美国还是总想着用手段和诡计在其他国家身上去赚取利益，必将成为全世界厌恶的对象。如果美国还不改变自己的做法，相信到最后令美国绝望的事情只会越来越多。南海发生了什么事？为何说或将风波再起？菲律宾做了什么？中国又是如此反击的？为何说这一招高明又霸气？最近这段时间，菲律宾政治大选在国际上引发了不少的关注度，咱们国内虽然也是颇为关注的，毕竟这关系到未来两国如何打交道一事。不过也正因此，南海又出了一次风波，当然原因是菲律宾再次暴露了狼子野心。这件事的起因还要说好几天前，当时菲律宾的2艘运输补给船在没有经过中国允许的情况下，擅自前往仁爱礁附近海域，想给在那里驻扎的菲律宾海军陆战队送补给物资，结果被我军海警部队恐吓和威胁。为此，菲律宾防长还在国际社会上对中国大肆放话，试图颠倒黑白，指责中国。然而需要知道的是，仁爱礁是在中国领土，本身菲律宾就不能在这附近驻扎部队，但是在1999年，菲律宾以赖皮手段在这附近的一块礁石上留下了一艘军舰，并教唆士兵在这里驻扎。说实话，这件事本就是菲律宾部队，如今菲律宾还试图以此为借口慢慢侵占中国领土，这是中国绝对不允许的。更何况在后来，我国外交部也明确表示了，中国允许菲律宾给岛上的士兵运送物资是出于人道主义安排，但是菲律宾不该有任何小心思，中国海警只是依法在附近巡航，并没有对菲律宾进行所谓的恐吓和威胁，并且中方再次声明，希望菲律宾遵守承诺，尽快把人和军舰撤出中国领土。不过没想到这件事发生也就发生了，结果菲律宾总统候选人随后却直接登上了中业岛，还搞了一出所谓的宣示主权。这位菲律宾候选人搞这一出，为的自然是在选举中得到更大的支持，毕竟这种地缘政治对于民众来说是非常容易引导情绪的，到时候只要稍微颠倒黑白一点，就能够轻轻松松为自己赢得更多的选票。对于菲律宾如此的挑衅行为，中国自然要予以反击了。不过虽然菲律宾暴露了狼子野心，但这件事其实并不好处理，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引起风波，反击过轻，以后人人都会以为中国是病猫，可以随随便便踩一脚；反击过重，又会导致菲律宾敏感的情绪，不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而且一旦南海再起风波，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说，都会带来不好的结果。那么问题来了，中国是如何做的呢？据悉，在菲律宾总统候选人登上中业岛的那一刻，突然手机收到一条来自中国运营商的短信，上书欢迎来到中国。短短6个字，直接让这位总统候选人傻了眼。不得不说，中国果断甩出的这一招着实高明又霸气。如此善意的提醒，让菲律宾即使忽视了途中来自中国的警告，等登岛了也要被打脸，还无地自容。最后，中国驻菲大使在24日再次提醒菲律宾，希望菲律宾在新形势之下，也能够顺利把稳中菲良好关系的脉搏，促进中菲友好合作，这才是符合菲律宾整体利益的关键。所以，希望菲律宾还是好好反思一下吧。美国刚公布所谓的民主峰会名单后，胡锡进就重磅发声，这是挑明了为战做准备吗？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最近拜登的一系列动作都在加速美国在台海问题上对我们的压制。虽然嘴巴上说着支持一中原则，反对干涉中国的内政问题，但动作上拜登可是毫不手软。一方面四处游说盟国，想要将台海问题变成国际社会，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从世界卫生组织到联合国一场场闹剧轮番上演。而闹剧背后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台海问题上形成对我们的压制。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在政治上加快推进台海问题与国际挂钩外，美国还借机发挥，在军事上也不断与其他盟国相互勾连，对我们形成压制。毫无疑问的是，不管是美日印澳的组成的小北约，还是美英澳组成的奥克斯，这些都是为了在武力方面全力压制我们。
与此同时，美军自己也在不断加强对我们的情报收集工作。单单是上个月，美军侦察机就执行了2000多次的抵近侦察行动。虽然拜登也知道这些行动就跟挠痒一样，但他却不得不做。毕竟，随着我们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这给美国霸权主义思维带去了严重的焦虑和危机意识。为此，只有不断的遏制中国发展，美国才能让国际上意识到美国仍然强大。然而，虽然美国的前任总统特朗普为了维持美国在国际上的主导地位，对我们采取了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等一系列的措施，但这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反而是美国撞了南墙，弄得灰头土脸，让现在的拜登不得不降低中国商品的关税。而这也让拜登意识到，美国之前那一套打击世界第二的手段已经过时了，跟不上时代的战略，使美国政客们开始恐慌、焦虑不安。尤其在当前美国国内还面临的疫情持续恶化，供应链危机迟迟得不到解决，债务压力持续增加，当地政府民意持续下滑，这4大重要因素的影响，于是乎，为了转移美国国内焦点，让美国回来了这一竞选口号成为事实。这就导致了拜登在对我们打其他牌无效的情况下，让台海问题成为了我们这代人不得不解决的问题。恰巧如今的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的大变化，而时势皆在我们这一边，这就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也是我们的定力和底气。这些底气也让我们的媒体人敢于说话。这不，美国刚公布了所谓的民主峰会名单后，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就重磅发声，表示我们现在无论是派出军舰撞击进行挑衅行为的美军军舰，还是打下几架台军机，在武力惩戒美军这方面已得到中国人民的认可。不夸张地说，这句话挑明了我们已经为战做好了准备，美台勾连的末日已到。